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领衔新谍战剧，王劲松欣然助阵，或成黑马的强劲作品即将上线。国产剧中有一类作品最能吸引观众持续关注谍战剧，尽管口碑常常存在争议，但收视率仍然屡创佳绩。央视播出的《暗夜与黎明》轻松突破2，已经稳居央视8套年度亚军的位置。我们常见的间谍战斗剧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。第一类是正统谍战，这类间谍题材的剧集依赖于逻辑、情节、细节和推理取得成功。类似于孤战迷城的潜伏玩法孤舟则聚焦于身份谜团，而暗夜与黎明则探讨了反特主题。随着线索的逐步揭开，故事也在不断深入。其中，柳云龙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代表，他创作的《风筝》和《暗算》都是经典作品。第二种方式是混合间谍战，这部谍战剧融合了多种元素，例如年初的《追风者》，一方面展现了扣人心弦的30年代上海股市，另一方面则呈现出紧张刺激的生死间谍对决。第三种类型是偶像间谍战争，依靠快速发展的情节、激烈的枪战以及类似打怪升级的任务推动。在这类间谍题材的电视剧中，常常融入了一些偶像元素，角色中不乏帅气与美丽的人物。最具代表性的成功之作便是《伪装者》。尽管新剧层出不穷，观众却已久未见到令人满意的谍战剧。2024年即将来临，谍战剧还能否涌现出新的黑马？本格谍战和混合谍战都已显露出其王牌，那么偶像谍战剧的底牌又在哪里呢？今天，陶厂发布了首支预告，这部由程毅主演、拍摄已满5年的深潜终于要上映了。在波诡云谲的间谍世界里，他是否能够深入复杂的局势，并最终寻找到出路？我们先来深入了解一下。角度独特，涉及抗战、家族恩怨和潜伏等多个悬疑元素层层递进，让人十分过瘾。与以往的谍战剧相比，深潜有什么独特之处？根据剧情概要，他试图在经典的谍战剧框架中创新一些元素。这里的新主要是指故事设定相对少见。以往，谍战剧通常关注于军事情报的收集与传递，鲜有针对具体战役的描写，而本剧则将重点直接放在长沙会战上。这对于经典间谍题材的剧集而言，是一个显著的转变。该剧围绕长沙会战前夕，爱国青年云鸿深与文业明在错综复杂的善恶迷雾中精心布局，谨慎应对，在国家仇恨面前放下个人恩怨，将自己视为弃子，揭露潜藏在国军内部的日本特工黑执事，改写长沙战局的激烈故事。剧情亮点简单概述：抗战、家仇与潜伏。这部间谍战争剧聚焦于长沙会战前的情报斗争。以往的谍战剧很少聚焦于某一具体战役中的情报攻防。然而，实际上，在抗战的战场上，情报工作同样是至关重要的。长沙会战之前，日本间谍黑执事在中国潜伏了整整15年，正筹备着早已策划好的战略欺骗行动。王劲松所饰演的男主父亲云木之，察觉到日本间谍的阴谋与诡计，随即着手展开调查，却遭到黑执事的暗算，前功尽弃。程毅饰演的云鸿在得知父亲被害后，决心查明真相，为父报仇。此刻，他对父亲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，意外地踏入了黑执事的圈套。在关键时刻，地下党员兼云木之生前挚友的杨子明和中华市全力支持云鸿深，帮助他揭穿阴谋，引导他踏上正途。杨子明牺牲之后，长沙会战即将来临，云鸿深做出了将自己作为诱饵的决定，以引出真正的黑执事。尽管剧情结构与传统谍战剧有些相似，
但故事从男主的家族恩怨出发，还巧妙地融入了抗战的元素。最终，男主通过生前来破解困局，敢在谍战剧这一类中尝试一些新鲜元素，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尽管该剧集已有4年历史，但如今来看，这个设定依然充满活力，反而更加吸引人。其次，充满了经典的谍战风格。男主角云鸿深的成长历程，从一个谍战新手蜕变为一名成熟的特工，展现得非常明确。不论是早期的伪装者，还是最近的叛逆者，都体现了这一点。从预告中可以看出，这部剧充满了谍战剧特有的紧张氛围，细节之处几乎都散发着强烈的杀意。例如，男主在生死边缘时的审问情景，被反派用手枪对准。比如男女主持人互相指着对方，比如那些意味深远的台词，紧张的场景和血腥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寒冷与肃穆交织，营造出视觉上的清新感。然而，感官的吸引只是前奏，真正能让人继续追看的是剧情本身。即将到来的战事，让长沙的街道笼罩在紧张氛围中，民众忧心忡忡，四周潜藏着危机，这一切共同描绘出一幅波澜起伏的历史画面。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备受欢迎的老带新模式，年轻偶像能否肩负起男主的重任？02程毅担任主角，王劲松坐镇，5位实力派演员鼎力相助，这部作品稳如磐石。近年来，老戏骨与年轻演员的合作模式在谍战剧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。有些作品取得了成功，如《追风者》，而另一些则让年轻演员的表演水平明显逊色于资深前辈。我认为深浅属于前者。决定成败的关键角色，毫无疑问是程毅。程毅确实是因为古装偶像剧而成为顶流演员，《沉香如屑》等作品为他在这个领域打下了基础。在古装剧的小生中，程毅可以说是最敢尝试的一个。《底线》这部剧与靳东、王劲松等实力派演员的对戏十分协调。一部豆瓣评分达到 8.5 的武侠剧《莲花楼》，凭借出色的演技完全赢得了认可。这场间谍战已经开始。程毅饰演的云鸿深是一位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，最初家庭条件优越，性格洒脱且不受拘束。然而，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后，他逐渐变得沉默和内敛。得知真相后，他投身于抗战的情报工作，最终把自己置于绝境。这种持续深入的角色才是令人着迷的。云鸿深是剧作的中心人物，他经历了从单纯到聪慧，从固执于家族仇恨到致力于报效国家的转变，这一过程构成了深浅故事的核心。根据程毅一贯的表演水平，我相信他不会落后。其次，王劲松。近年来，王劲松在多部间谍剧中的反派形象令人难忘，其中包括《暗夜与黎明》里的毛森。尽管王劲松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但他绝不仅仅擅长饰演反派角色。在多部抗战剧中，他的正面角色也同样出色。这次他扮演的是云鸿深的父亲云木之，因为追查黑执事而遭到敌特杀害。角色的功能让人不禁联想到《孤舟》里的张丰毅。这种角色虽然不常见，只要老戏骨表现稳定，就更容易打动观众的泪腺。预告片中的王劲松神情淡定，眼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故事。他的演技毋庸置疑，我更期待的是他与程毅在《怒海潜杀》《长安落》《山河月明》和《底线》之后的第5次合作，如何表演？接下来，让我们关注几位年轻的演技才俊。其三，张天阳。看过他在《追风者》中扮演的林乔松，大家应该对这个既疯狂又癫狂的反派角色印象深刻，这也体现了张天阳出色的演技。这位低调但实力强大的演员，在《且试天下》和《雪中悍刀行》等剧集中都展现了出色的表现，
这次在谍战题材中的发挥也定不会逊色。其次，韩成宇，看过《唐鬼》系列的观众应该对他扮演的独孤侠书印象深刻，能够将这样一个神秘可爱的书生角色诠释得如此出色，足以证明这位年轻演员的实力相当强劲。让人惊讶的是，他与成毅已经共同参与了7部剧集，令人期待他们这次的表现。其五，何中华，又一位成毅在莲花楼中的老朋友。当年的三少爷何中华，这些年在众多古装偶像剧中频繁扮演如天地等角色。尽管角色受限，他仍然是少数在中年时毫无油腻感的男演员之一。这次担任男主在谍战路上的引导者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。除了这些演员，近几年演技显著提升的女主角是由颖出演的。刘欢在《军师联盟》等作品中表现出色。谍战的本质在于各方之间互相渗透，相互交织，在紧张对峙的局势中伺机而动，寻觅能够一击制敌的时机，犹如一场职场昏沉技巧的大比拼。只有具备全员实力派的阵容，才能呈现出精彩绝伦的谍战佳作。3. 偶像谍战剧已走入历史舞台，谍战剧该转变了。偶像谍战剧在舞台上崭露头角，正是市场趋势的体现。平台与剧组都需要年轻的顶级流量来吸引新一代观众。从叛逆者到追风者，近年来偶像谍战剧的成功率相对较高。不过也有一些作品遭遇了失败，成败的关键在于年轻演员是否能够担起重任。2. 要确保观众能体验到高智商之间的智慧较量，避免剧情逻辑上有过多缺陷。深前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有成毅这个演员，从而大幅降低了演技失误的可能性。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故事本身。深前是一部典型的传统谍战推理小说，展现了正邪对抗的主题，以揭露黑暗势力为目标。故事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悬念和揭秘上，更在于紧张刺激的刀尖对决。然而深前不仅仅在形式上展示了其风格，在主题内容方面同样具有深度。剧名深前为何而定？深入探索的是那个抗战时期，男主始终在深水中摸索，谨慎地伪装着，一旦失误便可能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。深前则是为了在绝境中寻求重生。云鸿深宛如一柄稳如磐石的水中利刃，他是一位怀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，同时也是在敌后战线上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。这位男主角并非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英雄，而是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的小角色。然而，正是那些在历史中默默无闻、深藏不露的人们，他们坚定地追寻光明，最终共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总体而言，深前是一部面向大众的偶像谍战剧，尽管有许多亮点，但也存在明显的隐忧。国产谍战剧默默耕耘，能否迎来突破？